老头递给小伙一把手枪，让他打死自己最心爱的狗子，而狗子却一脸懵逼地看着，心想你压得够狠。这瞬间让他无法狠心扣下扳机，可一旁的老头却警告他，如果不这么做，那他的特工考核就彻底凉凉。当回想起这段时间的艰苦训练，还有一直陪伴自己的狗子，他最终还是没忍心开枪。当老头让其把枪还给自己时，他却将枪口对向老头。这时隔壁突然传来一声枪响，此次考核不言而喻。At least the girl's got balls. 最终小伙放下手枪，同时也被开除了特工学籍。回家后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宛如做了一场梦一样。想想曾经游手好闲的自己，总会因为一些小事到处闯祸。直到他遇见了父亲的搭档哈利，才得知父亲曾是优秀的王牌特工，而作为他的遗孀，小伙才有资格成为一名候补特工。可面对眼前哈利的提议，他也曾毫不犹豫地拒绝过，因为他不相信会有如此扯淡的事情。可直到一伙混混找他寻仇， Finish this lovely pint of Guinness.You should get out of the way, Granddaddy. You'll get hurt and all. You ain't joking, you should go. 不想惹事的哈利本想打算离开，可其中的混混因为嘴贱，把离开的哈利彻底惹怒，接着不紧不慢地插上插销，然后把房门直接锁死。因为他不想有任何生命逃脱，混混们也瞬间仇恨值拉满，显然一场大战在所难免。Then let me teach you a lesson.这一幕瞬间让众人傻了眼，随后他们便提起拳头开始反击，但还是被哈利灵活闪躲。紧接着所有人开始一拥而上，而哈利却丝毫不惧，他手持一把黑色长伞，打斗动作更是优雅至极。胖子刚抄起啤酒瓶，就被伞柄射出的电击圈禁锢，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所有混混就被他打倒在地。醒来的领头本想掏枪，哈利就迅速撑开手中的黑伞，将所有的子弹全部挡下。领头瞬间怀疑自己的手枪，紧接着哈利旋转伞柄，直接开始起飞模式，打得领头瞬间翻滚倒地。酒馆的老板本想报警支援，没曾想哈利只是转动了一下手表，一根示意要击就击中老板。这精彩的特工表演让小伙看的是目瞪口呆。随后哈利漫不经心地坐了下来，并喝下仅剩的一杯啤酒。可他刚想起身离开，小伙立马举手表示投降，且同意了继承父亲的衣钵。随后两人来到一家普通裁缝店，本以为想给小伙定制一套战袍，怎料哈利不紧不慢地走进3连镜，并伸手触摸眼前的镜面。原来镜子是有指纹识别功能，且是开启地下通道的重要开关。 For the greater good. And so began.直到电梯下达到最底层，一列高速运转的列车等候多时。这是王牌特工专属的座驾，他能在数秒内跨越千里，将俩人传送到另一个秘密基地。在这也让小伙也初次见识到王牌特工的丰厚底蕴。随后哈利带他找到负责人梅林，同时还与其他8位候选人见面。随后梅林表示，在他们9人中只有1人可以晋级，成为王牌特工兰斯诺特的席位，并且还给每人特供一个果实袋，因为这场面试时刻都有危险。殊不知梅林的一番话竟被候选人当成唬人的惯用手段。然而到了夜晚，宿舍的地板开始渗水，半睡半醒的小伙顿感不妙，他连忙打开身后的壁灯，却震惊地发现水已漫过床铺，速度如此之快，想必马上就会灌满整座宿舍。还不等几人想出办法，水位便彻底将众人全部淹没。小伙心想这是要往死里整，但同伴已经朝着卫生间方向游去，并拆开花洒喷淋，然后将管子插入下方的马桶，想利用马桶伸出 U 型空腔获取更多的氧气。唯独小伙并没有这么操作，而是朝着大门方向游去，尝试打开紧闭的大门自救。怎料在巨大的水压下，大门犹如焊死的钢板，纹丝不动。见此情形，他又争分夺秒地向着同伴们游去。几人菊花一紧，以为他想抢夺自己的水管，可他直接掠过众人，朝着后方的玻璃窗贴近，一把抓住下方水龙头，对着镜子就是一顿疯狂输出。殊不知境外的梅林一直都在观察。很快镜子被小火击碎，整个宿舍的水一泻千里，将所有同伴全部带了出来。作为经常出入警局的小混混，他敏锐地观察出银镜中的奥秘，虽然有很大程度是赌的成分，但这一次他赌对了。显然他遗传了父亲某些优良的基因。可梅林并没有为此感到高兴，因为在他的眼中，除了小伙没有一个人合格，他们都只顾着自己能够活下来，却忘了最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同伴的生死。作为一名顶级的王牌特工，这是极其致命的错误。显然一开始的警告并非只是唬人。最后他们经过几轮笔试和枪械考核，仅剩6人撑到了高空跳伞试炼。起初以为只是一场简单的跳伞，可当听到梅林接下来的话，竟让所有人如坠冰窖。 Like what to do when one of your group has no parachute. 话音刚落，众人立马陷入了深深的恐惧，因为假如也可能照进现实。如今在6人中，没人知道自己是不是那个倒霉蛋。而小伙思维敏捷，他果断让其他几人2人一组，抓住一旁的同伴，这样便可保证6人全部生还。怎料其中1人惊慌失措，提前扯开了身上的降落伞拉绳，导致人数从偶数瞬间转变为奇数。于是小伙立马改变策略，让所有人都围成一团，并牵紧同伴的手，然后依次打开身上的拉环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所有人都能存活。当落地仅剩30秒时，就剩小伙和一个名叫罗西的女孩。他果断紧抱一旁的罗西，随着他的紧急开伞，2人这才有惊无险的安全着陆。这场考核再次淘汰另外3人。尽管小伙成功通过考核，却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是倒霉蛋。怎料梅林让他收起可怜的自尊，并拉开他背后的降落伞。
显然自己属实太过多疑。很快他们迎来了一场新的试炼任务，就是不管用什么技巧，只需将照片上的女人骗进房间，他们便可以成功晋级。然而这看似简单的任务却蕴含着巨大的危机。这次三人同心协力，将女人约到了常来的酒吧，可还没等几人多聊几句，三人很快就昏昏欲睡。殊不知服务员趁几人不注意，偷偷在酒里下了迷魂散。等小伙苏醒后，竟早已被人绑在了铁轨上。黑衣人逼问小伙到底什么来头，并询问背后组织的人员名单。此时远处的火车逐渐靠近，可小伙依旧坚持自己的理念，不肯暴露组织内的所有信息。 Kingsman worth dying for. Fuck yeah! 随着火车渐行渐远，哈利竟再一次出现，而小伙也并没有为此丧生。原来这是一场试炼考核内容，目的为了考验他们对组织的忠诚。同场考核的男士却因为怕死，将所有的信息全部暴露，最后就剩下小伙和罗西通过考验。随后哈利带着小伙来到西装店，本以为是给自己定制战袍，怎料这是王牌特工的秘密武器库，不仅拥有大量的先进枪械，还有各种非同寻常的高科技武器。看似普通的一双皮鞋，却可以巧妙地伸出毒刀，而一支总统签名的钢笔，竟能远程操控毒素的传播时间。大大小小百种黑科技武器全部展现在小伙的眼帘，只要小伙能通过最后一场考核，便可拥有所有武器的使用权，成为一名优秀的王牌特工。然而在考核的这一天，他却把枪对准了考核官，至此错失了最后一次机会。但他并非为此后悔自己的选择。此时外出的母亲刚回家，见儿子回家满心欢喜，但脸上的伤口却说明了一切，这是继父留下的杰作。此刻的他再也无法忍受，赶忙开车找到身为混混的继父，想要狠狠发泄心中的怒火。显然以自己如今的本领，对付这几个老混混已不在话下。不料车窗突然升起，并且莫名其妙地开启自家模式，毫不知情的他疯狂敲打，汽车很快开进一处陌生街区，而哈利则端着平板电脑在阳台上等候着他的到来。还不等小伙开口，哈利则用父亲的口吻训斥他 Over a fucking dog. And then you humiliate me by stealing my boss's car. You shot a dog just to get a fucking job. 愤怒的他推开一间房门，里面赫然放着一只狗子的标本。原来他也曾面临过同样的选择，只可惜他选择了开枪。小伙得知后十分震惊，曾经自诩正义的王牌特工竟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。但哈利告诉小伙，考核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，无论他当时开枪与否，都只是为了测试对命令的执行力。同时第一关溺死的女孩其实也是假死状态，这些都只是肉体与心灵的必要测试。还不等小伙消化全部信息，梅林突然传来重要消息，表示找到杀死特工兰斯洛特的凶手。殊不知就是因为他的死，组织才决定招募极具潜力的新成员，填补空缺的王牌特工席位。得知找到杀死搭档的凶手，哈利迫不及待的就要出发复仇。他让小伙在家里等他，然而也就是这一次的离别，竟已然成了永别。随后哈利来到一处教堂里，这里的教徒都十分狂热，似乎没有什么可用的线索。刚想离开的他本想更换地址，怎料身旁女信徒却劝他赶紧留下，因为远处还有幕后黑手老黑正在监视，对他的言行举止了如指掌。眼看计划即将失败，他立马开启某种神秘按钮，很快所有人的手机便收到短信，这种声音瞬间影响所有信徒。此时女信徒喋喋不休地给他洗脑，可哈利却平静地掏出手枪。这声枪响宛如号角一般，让信徒陷入无差别的战争。他们拿起身边的武器进攻哈利，却被他手中的真理解决。此时的他不肯浪费一颗子弹，而每一枪都意味着一条生命陨落。即使子弹全部打光，哈利依旧没有停下无休止的杀戮。此时远程的梅林尝试唤醒他，可依旧没有什么效果。现在的哈利如同精密的猎手，把所有信徒当成了自己的猎物。很快他从教堂中走出，老黑却早已在外公后多时。 I had no control. I killed all those people. In simple terms, it's a neurological wave that triggers the centers of aggression and switches off inhibitors. 原来他身为亿万富豪，却有个极度扭曲观念的心。他认为全球变暖宛如病毒入侵，需要进行一次大清洗，于是便研发了一大批免费电话卡，用来释放这种特殊信号，使人失去理智。而只有脖子上植入过特殊芯片的人，才能完全屏蔽这种信号干扰。哈利的搭档就是发现了他的计划，才会被老黑灭口。说完，老黑抬起手枪。而哈利的死不仅让梅林陷入沉默，更是让小伙悲愤欲绝。哈利作为自己的伯乐兼恩师，让他不得不做出违背祖宗的决定。随后他找到面试自己的老头，恳求对方让自己为哈利的死报仇。突然他发现对方脖子上的疤痕，心中虽然倍感失望，但是表面却依旧波澜不惊。他接过老头递来的白兰地，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。怎料对方见此情形，竟落落大方地拿出一支钢笔。显然小伙曾听过哈利介绍过此笔，他能够远程开启毒素扩散时间。如今对方拿出此笔，肯定是要将自己置于死地。因为在此之前，老黑曾找过眼前的老头，并以他那套优胜劣汰的理论说服了能操控王牌特工的老头。此时他邀请小伙成为新世界的一员，可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。眼看小伙子不知好歹，立刻拔下钢笔上的按钮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小伙竟然毫无反应，反倒自己的心脏传来一阵剧痛。原来小伙趁他转头的瞬间，偷偷调换了毒酒的位置。等老头彻底凉凉，他用钢笔取出了他的芯片，同时还从他的手机得知，6小时后老黑将用卫星向全世界释放信号，自己则带着一群植过芯片的富人们躲进了偏远又隐蔽的洞穴中，一同期待新世界的到来。小伙将所有的真相告知梅林，眼看时间非常紧迫，他破格入选王牌特工组织。
三人合力开启拯救世界的重任。首先，他们兵分两路，由罗西乘坐运载器飞往大气层边缘，用导弹摧毁老黑的一颗卫星，破坏他的环卫星链，拖延老黑发射信号的时间。然后，小伙和梅林深入到雪山营地，尝试入侵老黑的卫星系统。随后，小伙穿上黑色皮鞋，戴上精致手表，还有那颗标志性戒指，以及那副十分装逼的英伦眼镜。此刻的他正式成了一名真正的王牌特工，同时也迎来了自己首次实战任务。很快，他利用老头的身份，成功混入了他们内部，并找到一个倒霉蛋，利用示意要将其搞晕，然后利用内部网开始进行入侵。可就在他刚协助完梅林，一把小刀就顶住了他的脖子，原来是曾一同参加试炼的候补查理，这也促使小伙身份暴露。意识不对的老黑赶忙提前开启计划，时间定格在2分钟后。此时梅林赶忙催促罗西用导弹摧毁其中的一颗卫星，怎料大气压炸毁了他的一颗气球，但很快便再次稳住身形瞄准，成功发射一枚导弹出去，并精准摧毁了其中的一颗，这让老黑不得不暂时停止计划。另一边的小伙刚摆脱查理的控制，就根据梅林的指示，在犹如迷宫的营地中寻找出口。此时的他不仅要解决赶来的士兵，还要应付各种武器的攻击，但还好他身手了得，能够逐一应付，同时身上的防弹西装也帮了他不少的忙。小伙刚和梅林会合，就从他的口中得知，老黑竟然设置了生物安全模式，普通入侵竟无法改变系统，而唯一能够阻止老黑的办法，就是防止他将手放在操作台上。为此，小伙再一次更新装备，义无反顾地冲出飞机，直奔老黑的所在地。他一路用黑伞抵御士兵的攻击，简直就是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然而还没让他威风一会，一个士兵便找到击穿黑伞的方法。危情时刻，他从口袋掏出一块打火机，朝着人群就丢了过去。随着身上携带的火力耗尽，小伙也被逼上了绝路。同时梅林也遇到了困难，几名士兵推着火箭筒准备攻击，生死存亡之际，小伙想到老头脖子上的芯片，决定开启芯片自爆模式。很快老黑发现芯片系统被入侵，火速进行挽救，不料梅林已经启动自爆指令。 Yes, please. No! 随着一个士兵感到脖子上的阵痛，一个个脑袋如烟花般绽放，然后蔓延到走廊，甚至到联合国上的大圆桌。直到老黑的富豪营地，所有人的脑袋都在绽放异彩，这让老黑彻底愤怒，赶忙用好友的卫星重新激活系统。随着电话卡信号的释放，全球都陷入了一场无差别的厮杀，人类的社会秩序正逐渐崩溃。焦急的小伙捡起步枪，独自闯进了老黑的营地。此时老黑的得力干将破窗而出，准备阻止小伙的行为。他利用锋利的腿刀切断步枪，两人便进入了近身肉搏。面对超级锋利的腿刀，小伙闪躲腾挪肩，抄起了一根钢管挥舞过去。然而仅仅几个回合，钢管就被他切成短棍，随即便丢掉钢管，径直朝着对方的攻击而去。此时两人在空中交手，他灵活躲闪对方的腿刀，并找到了机会让自己的斜刀出鞘。落地后的小伙拿起割断的领带，脸上还对其邪魅一笑。原来对方的手臂被斜刀割伤，神经毒素很快就侵入全身，随即便倒地凉凉。此时老黑还想继续自己的计划，小伙见状拔出对方的腿刀，向着老黑的方向抛去。被稳稳刺穿身体的老黑径直的从看台上掉了下来，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。